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阿叶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一天工作8小时？我不知道这条普世准则是谁创造的？罗伯特·欧文 （Robert Owen） 他是工人领袖吗？不是，他是纺织厂的大老板，手下有几千个工人，他的一生都在为工人谋福利。资本家会为工人着想吗？难道狮子会考虑兔子的未来？是的，社会主义是替穷人着想，但不是穷人想出来的。他被标签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合作运动的第一人。他从不空想，他用行动实现理想。1825年1月3日，欧文买下美国印第安纳州12000公顷的土地，有半个台北市大，作为乌托邦合作社区。这乌托邦会不会太理想了？太理想会不成功吗？欧文从他事业成功后，被这个同样的问题问了一辈子。欧文是布商，酷爱读书，22岁入选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学会的会员。这个学会是深入探讨启蒙运动的思想。1810年，他用6万英镑买下岳父的纺织厂，一接手就跟股东起冲突。他说，现在工人一天工作14个小时，比马比狗还要累，我想要缩短工时。他话说到一半被股东打断，生意好，加班赶工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减少工时？上工前几个小时效率很好，越到后面体力精神越差，犯错提高，生产反而下降，不如减到10个小时。哇，从14减到10，时间就是金钱啊！减工时怎么会赚钱？你说的对，光缩短工时不会赚钱。工人来自社会的底层，很容易养成酗酒、偷窃的恶习，所以要为工人建好房子，改善卫生，还要设学校，让童工一边工作一边上学。你是在办工厂还是办教会？你的责任是帮我们股东赚更多钞票，不是帮股东买天堂门票。这乌托邦怎么可能成功？欧文找认同他理念的金主重组合伙人，他提供良好的住房，工厂附设学校，让工人自主管理食堂、仓库。他严禁管理人员责骂体罚。他发明了颜色方块来做品管，绿色是优秀，黄色要改进，红色是不良。主管在巡查的时候，翻动颜色的方块当沟通工具，不打不骂，让工人知道自己的表现。工人不但能够自律，更能自我要求，精进技能。结果呢？理想有没有成功？欧文说，各位看报表，以前每日工时14个小时，年产量50万磅棉纱，今年每日工时10小时，年产量100万磅棉纱。工时减少反而产量翻倍。未来机器会更进步，能够取代更多人力，工时还可以再缩短。多短才符合你的理想呢8小时工作，8小时娱乐，8小时休息。娱乐和工作时间一样长，会不会玩过头不想工作？关键是教育，有良好身心教育，能利用知识创造更大的财富，不必长时间在工作。除了无知，没有任何障碍可能阻碍智力、健康、幸福的普遍化。1817年，他的演讲标志8小时工作制从工厂实验转向社会运动。他的理想乌托邦有成功吗？
40年后，澳洲墨尔本的石匠罢工，要求不减薪8小时工作制。谈判成功以后，庆祝游行888成为公共口号。1919年，第一次国际劳工会议在华盛顿召开，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，每周不超过40小时的标准。理想实现要一点时间，越大的理想越需要时间。欧文另一个创举是合作社。当时工人没有办法向银行贷款，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只能借高利贷。他出钱创设工人储蓄合作社，低利借款给工人。他又创造合作商店，当时工厂会用代币代替现金来发工资。没良心的会全部用代币哦，代币只能在工厂开的商店使用，商店内的商品价格高，品质烂，等于来回剥削工人。真的有够黑心。欧文一不发代币，二呢，工厂商店以批发价卖给自家工人，他不赚工人的钱，还为工人省钱。真的有够佛心。他得到工人的信赖和忠诚，创造了生产和生活结合的社区。这个成功让他用13万美金买下了印第安纳州一个属于宗教团体的和谐村 Harmony， 改名为新和谐村，拿来做实验公社。1825年，他在美国国会演讲，在座有亚当斯、Jefferson、麦迪逊，还有将要卸任的门罗，新当选的 Quincy Adams， 前后5任总统。他说：“我来到美国，为了引入全新的社会制度，从无知又自私的体系转变为启蒙的社会体系，使所有人的利益逐步合一，消除人与人的冲突根源。”一开始吸引超过1000个居民，有科学家、教育家、艺术家，也有工匠，还有单纯好奇想碰运气的人。社区没有私有薪资，社民按工作所得得到信用点数，用点数到社区商店换取货品。这么好的理想，如果成功该有多好。社区天天集会，讨论如何分工管理，宪章反复修改，慢慢形成不同的小团体，有的要求严格分工，有的反对任何形式的约束。后来分成4区，各自尝试不同的管理方式。2年以后，居民大幅下降，土地分割为私有财产。1829年正式解体。为什么会失败呢？失败的原因是社区支出远超过生产力。欧文为社区支付了20万美金，耗掉了他80%的财富。我尝试开一条新路，事实证明这样的尝试来得太早了。他回到英国，虽然已经不是富有的资本家，仍然大力推动工会运动、各类合作社、公共教育。英国社会改革法律都跟他有关，他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。后世批评他最凶的，你猜是哪2个家伙？是不是保守主义者？不是。还是古典自由主义者？也不是。你猜不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，他们2个认为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，强调理性和善良，这个太乌托邦了。马克思强调的是暴力才能革命，苦难才能激发动力。但我问你，是欧文善良的理想逐步实现了呢，还是崇拜暴力的马列信徒打开了巨大灾难的大门？是欧文，但乌托邦很容易被嘲笑。乌托邦会不会太遥远？
乌托邦在地平线，我们向前2步，它就后退2步；我们向前跑10步，它就迅速滑10步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都没有办法到达它。那乌托邦有什么意义呢？乌托邦是为了促使我们不断进步。没有乌托邦的地图不值得一看，因为它遗漏了人类向往的理想。我们渴望的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充满想象和希望的自由世界。我认识一个台湾企业家，英文名字也叫罗伯特。我也认识一个叫 Robert 的台湾企业家。我们认识的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？罗伯特曹勋成。只会嘲笑理想的人，都是字典里找不到理性的人。